在美國空軍中一直流傳着這樣一個傳說，據說諾斯洛普公司在幾十年前曾為美軍秘密研制了一款逆蹤實驗機，它的外觀宛如一頭笨重的鯨魚，幾乎沒有連續的直面。大家或許不清楚這一說法到底有多科幻。在當時，美軍乃至全球航空界對于隱身戰機的絕對主流設計思維，是以洛馬的 F-117夜鷹為代表的多面體銳角折射面設計。這種強調平直邊緣、尖銳折角的設計思路，甚至深刻影響了後來大名鼎鼎的 F-22、F-35以及 F-A-18EF 超級大黃蜂的局部隱身修行。但是，這頭連氣動專家都覺得根本飛不起來的飛天鯨魚，卻硬生生地用它那怪異的連續曲面，把自身的雷達反射截面積壓低到了無限接近於一只小蝙蝠的恐怖級別。它就是 B-2隱身轟炸機的親生父親，被美軍列為最高機密、隱姓埋名長達10餘年的絕密飛行器 Tacit Blue， 我們也可以叫它墨藍。那麼這頭沉默的藍鯨究竟是什麼來頭？它是如何在沒有銳角折射的情況下實現極致隱身的？又是如何孕育出了後來那架令全世界膽寒的黑色幽靈 B-2戰略轟炸機的？要理解墨藍為什麼會誕生，我們必須把時間拨回1976年的12月。那個時候的歐洲平原籠罩在蘇聯龐大裝甲洪流的陰影之下，面對北約動輒幾萬輛坦克的鋼鐵機群，北約如同一個新兵蛋子。為了抵消這種數量上的碾壓，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和美國空軍聯合啟動了一個極其絕密的計劃，叫做戰場監視飛機驗證計劃。這個計劃是美國當時更大的一個宏偉戰略突擊破壞者計劃的核心子項目。突擊破壞者計劃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驗證利用極其先進的雷達傳感器配合精確制導的子母彈武器，對蘇聯在歐洲發動的大規模裝甲機群實現毀滅性的超視距攻擊。但是在此之前，美軍還面臨着一個極其棘手的痛點。想要精確引導武器打坦克，你首先得有一架能在戰場上空長時間逗留的偵察機。這架飛機不但必須攜帶極其沉重且功率巨大的先進对地監視雷達，並且要能夠在冷戰的最前線，在蘇聯的防空導彈網的眼皮子底下來回游曳，長時間監控，絕不能被敵人發現並擊落。說白了，美軍迫切需要一個擁有極高戰場生存能力以及高度隱身的雷達平台。面對五角大樓發出的這張地獄級難度的招標書，美國航空界的2大巨頭洛克希德公司的臭鼬工厂、諾斯罗普公司開始了殊死搏鬥。臭鼬工廠首先發難，憑借着研發 F-117的經驗，他拿出了一個滿是稜角的多面體方案，走的是極致的雷達波定向折射路線。這個路線幾乎一掏出就被 pass 了，因為實在沒新意。而諾斯羅普公司，也就是後來的諾斯羅普格魯曼，則玩了不大的，他徹底拋棄了當時主流的隱身定律，拿出了這個被稱為墨藍的長得像怪物一樣的方案。1982年2月5日，在美國最神秘的內華達州51區上空，墨藍驗證機由諾斯羅普公司的首席試飛員理查德 ·G· 托馬斯駕駛，成功完成了震撼首飛。當試飛員第一次在機庫裡看到這架飛機時，估計內心是崩潰的。它長約17米，翼展不到15米，整個機身就像一個被壓扁的帶有圓角的方形大巴車。機身背部平坦，尾部安裝着極其詭異的向內傾斜的微型尾翼，机翼則是毫無後掠角的呆板的直锥形克拉克外翼。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它都不像是一架符合空氣動力學的飛行器，倒像是一個粗糙的工業模型。就連後來主導設計 B-2轟炸機的首席設計師約翰·卡森，都在1996年向媒體毫不避諱地承認，墨藍是有史以來空氣動力學最不穩定、最難飛的飛機，沒有之一。既然氣動外形這麼爛，飛起來這麼危險，諾斯羅普的工程師們是瘋了嗎？為什麼要把它造成這副尊容？答案只有4個字：全向隱身。為了實現全向隱身，墨藍的設計團隊在當時做出了一個違背祖宗的決定，那就是拋棄 F-117那種多面體銳角設計，全面引入連續曲面。為什麼 F-117要搞成那種像鑽石切割一樣的多面體？不是因為那種外形好，而是因為當時的計算機的算力太弱了。20世紀70年代的計算機
根本無法計算複雜曲面上的雷達波散射模型，工程師們只能通過人工和早期的程序計算簡單的平面電磁波反射，所以 F117 只能用一塊塊平面拼湊起来，把雷達波反射到偏離接收機的特定方向。這種設計的致命弱點是隱身是有角度限制的，一旦敵方雷達波恰好垂直打在 F117 的某個大平面上，就會產生極其強烈的回波，瞬間暴露目標。但諾斯羅普的工程師們不信邪，他們利用更先進的數學模型，引入了極其複雜的高斯曲面理論。他們發現，如果機身表面是連續平滑的弧形曲面，當雷達波照射上來時，就不會像撞到平面那樣產生強烈的定向反射，而是會沿着機身的曲面爬行，形成所謂的表面波，或者向四面八方均匀的散射衰減掉。可以說，這種曲面隱身設計相比於 F117 只能在特定角度隱身，實現了真正的全向寬頻段隱身。無論蘇聯防空雷達從哪個角度用什麼波段照射它都能保持極低的雷達特徵。根據自由時報引用美國官員解密後的說法，這架重達 13.6 噸的龐大侦察機，它的雷達截面積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甚至比一只蝙蝠還要小。當它在戰場上空盤旋時，蘇聯的防空雷達掃過它，連個噪點都不會留下，完全就是隱形的。不過，想要在嚴密的防空網中活下來，光騙過雷達還不夠，還必須隱藏自己的熱信號和電磁信號。莫蘭的进氣道設計對此給出了標準答案。它的首要任務是避免被敵方雷達直接照射到高速旋轉的發動機葉片，因此它並沒有像傳統戰機那樣把进氣口設在了機身兩側或下方，而是直接在機身頂部開了一個與機身表面齊平的隱蔽式進氣口，隨後將兩台加勒特 ATF3 渦輪風扇發動機深深地埋在了機身的內部。發動機排出的高溫廢氣在排出機體前會經過極其複雜的冷卻處理，然後從機尾一個扁平的帶有遮蔽設計的排氣口排出，配合機身後部特殊的微型尾翼遮擋，地面的防空系統和红外探測器根本看不到發動機的制熱葉片和排氣管，極大地降低了飛機的紅外熱信號。另外，作為一架戰場監視飛機，莫蘭必須時刻開啟雷達去掃描地面的蘇聯坦克，但是雷達一開機，不就等於在黑夜裡打手電筒，主動暴露自己嗎？為此，諾斯羅普在莫蘭的機腹內部搭載了一台革命性的 AN/APY7 相控制雷達。這部雷達採用了當時極其前沿的低截获率技術。這台雷達在掃描地面目標時發射的電磁波功率極低，並且波形極其複雜，不斷快速跳頻，將自己的雷達信號完美地偽裝成自然界的背景電磁噪音。蘇聯的雷達告警接收機根本察覺不到自己已經被盯上了，即使捕捉到一絲信號，也會被當作無害的雜波過濾掉。就在這神不知鬼不覺中，莫蘭已經將成百上千輛坦克的精確坐標實時傳輸給了後方的導彈部隊。有趣的是，儘管這架飛機搭載了當時最前衛的氣動布局、隱身理論和雷達技術，但整個項目的總預算卻被五角大樓死死控制在可憐的 1.36 億美元。對於一款絕密驗證機來說，這簡直是摳門到了極點。為了省錢，諾斯罗普的研發團還化身了縫合怪，在確保核心隱身性能不打折扣的前提下，他們大量採用了现役戰機上現成的便宜的二手零件。但千萬別因為用了二手零件就小看它。我們之前提到，莫蘭是空氣動力學極其不穩定的怪物，只要飛行員手一抖，它立刻就會失去平衡墜毀。為了讓這頭飛天鯨魚能老老實實地待在天上，諾斯羅普在他體內塞進了4重冗餘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這種當年堪稱黑科技的系統，依靠機載計算機每秒成千上萬次的微調指令，不斷調整舵面，強行按住了它翻滾和俯仰的衝動。這意味着真正在飛這架飛機的其實是計算機軟件，而不是飛行員。這項飛控技術的驗證，為後來更龐大、更不穩定的飞翼轟炸機，也就是 B2 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不過遺憾的是，儘管莫蘭驗證機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物力，最終卻僅生產了一架孤品，它成了美軍最神秘也最孤獨的鯨魚。在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莫蘭在內華達沙漠的秘密基地上空，一共完成了135次，累計約250小時的試飛。
1985年，當所有的氣動數據、隱身圖層數據和雷達數據都收集完畢後，完成歷史使命的莫蘭被徹底封存，直到11年後的1996年4月30日，這個被嚴守了10多年的國家機密才被美國空軍正式解密。到了現在，這架醜陋卻偉大的飛行器靜靜地陳列在俄亥俄州萊特帕特森空軍基地的美國空軍國家博物館裡。它雖然從未真正上過戰場，也從未投下過哪怕一枚實彈，但它對美國軍事航空工業的貢獻是具有決定性、顛覆性意義的。這從2方面可以看出來：第一，它的連續曲面隱身理論和背部隱蔽進氣設計徹底顛覆了 F-117的刻板多面體路線，證明了流線型的飛機一樣可以極致隱身。這一套經過實測證明完全可行的理論，後來被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了諾斯羅普公司自己研發的 B-2幽靈隱形戰略轟炸機身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莫蘭的瘋狂試錯，就沒有 B-2的極致圓滑。第二，他驗證的低截獲率相控陣雷達技術和長時間戰場監視理念，後來被直接沿用到了美國空軍的E-8聯合星戰場指揮機上。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正是E-8聯合星在數萬米高空死死盯住了伊拉克的裝甲部隊，才讓聯軍戰機能上演一場震驚世界的單向碾壓。回顧莫蘭驗證機短暫而神秘的一生，它是冷戰時期美國軍工複合體在面對巨大戰略壓力時瘋狂腦洞與扎實基礎科學的完美縮影。哪怕它的外形怪異到被所有人嘲笑為外星小車，但只要底層的數學模型和物理邏輯是對的，它就能在實戰技術上實現對時代的徹底降維打擊。無論是 F-35 那飽滿圓潤的機身線條，還是各國正在瘋狂研發的無尾飛翼式下一代隱身無人機，甚至是即將服役的 B-21突擊者，他們的基因裡都隱約閃現着這頭鯨魚的影子。好了，本期關於莫蘭隱身驗證機深度拆解就到這裡。從帶稜角的 F-117到全是曲線的 B-2和 F-35，你認為未來的第6代戰機在隱身外形上還會出現怎樣的顛覆性設計？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